很多的台湾餐厅真的在马来西亚真是倒成一片，当然成功的也有非常多。对。但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们为什么还想要在这边做台湾菜呢？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不只是我们当初的决定，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每一天会碰到的问题，其实都跟清淡跟重口味都有一些关系。我们常会听到客人说，怎么不够咸啊，都没有什么味道。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弟弟那时候觉得说，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市场，我觉得 health conscious 慢慢在往上。我觉得这里的人其实吃的一年比一年的健康，然后也越来越清淡，但是会去做这样的决定呢，也是同时的想要不能把我们的 recipe 调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 authenticity 嘛，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很坚持，就是很多我们的佐料啊、酱料都是要从台湾进口。虽然碰到这个市场，大部分的客人是喜欢重口味的食物，我们觉得我们以一个台湾人、台湾的 culture 出发，我们可以去 educate 我们的客人说，正统台湾的味道是这个方向的。你好，欢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你好，我是能杰，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四四南村的 Michael， 欢迎 Michael。Hello， 大家好，大家好。OK，Michael，其实我在思考要不要就是访问你之前呢，在邀请你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发现说，其实我们两个的背景还蛮像的。对，没错。是我们两个都是半个台湾人，然后半个马来西亚人，但是我觉得感觉上你也像在台湾的时间比我更久一点。有可能我是在台湾长大到18岁，18岁之后我才出国读书，在纽约。纽约待了比较久，我在纽约待了快9年，然后才回到亚洲，才回来亚洲，回来马来西亚。OK，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的时间大概多久？才2年半哦。2年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对你来说是比较，就是你要重新适应的地方吗？刚开始是没错，但是我觉得我适应的挺快的，因为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跟纽约有一个很相同的地方，就是很 diverse， 这里有很多不同种族。其实天气大家都问我说会不会太热，我都觉得其实也还好。对，都 OK。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食物，所以都 OK， 没有问题。是，那么其实提到四四南村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啊。其实刚才有提过嘛，就是 Michael 他有这个台马混血的背景，然后其实呢，四四南村呢是你凭借着对妈妈好手艺的思念，以及对于餐饮的热爱，然后你是把这种台湾所谓的眷村味带进来马来西亚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多的台式餐饮业者，有很多的台式的餐厅，但是眷村菜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眷村菜呢？就是其实呢，像你所说的，这里马来西亚其实很多餐厅都有做台湾菜，但是我们会 focus 在眷村台湾眷村菜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四四南村这个来头呢，四四南村是在台北的第一个眷村。然后四四南村在台湾，我觉得是最有趣的一个眷村，是因为它不只是在台北，它就在台北101的旁边而已。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那么繁华的一个信义区，但是又那么有历史性的一个眷村就在旁边。然后眷村菜其实它跟台湾菜的差异在于，眷村1949年的时候嘛，就很多不同中国的省不一样的厨艺。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眷村菜，就是其实小笼包它是不是台湾菜，我们其实不能这么肯定的说它是台湾菜，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很多台湾餐厅都会有小笼包，就是因为眷村的文化嘛。然后同时的不同省其实我爸爸也是外省人，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在台湾，我妈妈是很喜欢煮饭，然后我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包的水饺啊，妈妈包的粽子，妈妈煮的饭。然后我跟我弟弟呢，小时候都会跑到四四南村旁边，在台北四四南村旁边的一个篮球场。然后我们那时候会取这个名字当我们的餐厅，就是因为我们不只是怀念妈妈的厨艺，但是我们很怀念2个人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四四南村附近篮球场打完球走回家，再吃到妈妈的菜的那种感觉，对我们来讲是很印象深刻。尤其是出国读书的时候，都很想念这些味道。所以我们就很想要把眷村菜带到马来西亚。focus 的不只是台湾的小吃。
所以我理解，其实眷村菜它的口味呢，就是结合了中国不同的省份，没错，然后再结合台湾当地的一些口味，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就是1949年的时候，因为国民党嘛，他们战败，所以他们就带着很多的这个军人跟他们的眷属，来到台湾，所以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眷村嘛，对不对？那44南村其实它就是台湾的其中一个眷村，但是它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它居然是在台北现在最旺的信义区，对不对？这个是最有趣的。对，但信义区大家就知道，提到信义区，台北101就在信义区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在一个这么样子繁华的地方的一个眷村。马来西亚人可能不一定，不止马来西亚，可能东南亚不一定会知道44南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们可能对这个，尤其是数字44，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好奇感，又想要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取这个名字？对啊，因为44对于华人来说就不吉利，对，所以这个不吉利的呢想法呢，其实我跟我弟弟有想很久，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用这个名字？后来想了想，觉得说其实保持一个神秘感，对一些不了解台湾的一些顾客们，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去多了解，但是而且它会引发讨论性，对，所以是争论性跟讨论性，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所以我们才会取这个名字。是，可能马来西亚以外的朋友不了解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文化，包括我们居住的这个condo 啊，或者是我们办公室，只要有遇到4楼，都会变成3A，对不对？对，没错。所以大家都一直在 dodge， 一直在躲4这个字，但是你们偏偏就把店名就叫做44南村，没错。但是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要把原汁原味的那个44南村的一个美食的概念带进来嘛。对。但是 Michael， 我想要问你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哦，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台湾餐厅在马来西亚真的做的都不怎么样，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啦，包括了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餐饮啊，因为口味比较重嘛，对不对？对，然后又比较吻合马来西亚当地人的口味，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台湾餐厅哦，真的在马来西亚真的倒成一片，当然成功的也有非常多，对，但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们为什么还想要在这边做台湾菜呢？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不只是我们当初的决定，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每一天会碰到的问题，其实都跟清淡跟重口味这个都有一些关系。就是我们当初也了解到，就是台湾菜在以马来西亚本地来说，算是非常清淡的。我们常会听到客人说：“哎呀，怎么不够咸啊？都没有什么味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后来发现说，这个是我们已经预期会碰到的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调。但是我跟我弟弟那时候觉得说，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市场，我觉得 health conscious 慢慢在往上。我觉得这里的人其实吃的1年比1年的健康，然后也越来越清淡。但是我们这样子会去做这样的决定呢，也是同时的想要不能把我们的 recipe 调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 authenticity 嘛。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很坚持，就是很多我们的佐料啊、酱料都是要从台湾进口，比如说酱油，我们这酱油最灵魂的这个，尤其是猪卤肉饭，是我们坚决是不用一定要用台湾的酱油。然后我们呢，虽然碰到这个市场，大部分的客人是喜欢重口味的食物，我们觉得我们以一个台湾人、台湾的 culture 出发，我们可以去 educate 我们的客人说，正统台湾的味道是这个方向的。但是同时呢，因为要保持 market， 我们要对在这个 market 要有竞争能力，我们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一定会保持原汁原味的佐料。好，你的原汁原味，其实你的 recipe 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妈妈那边来的，对吗？很多，就是几乎90%的 recipe 都是从我妈妈那边来的。因为我妈妈其实这个故事很好笑，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刚认识的时候在台湾，我妈妈是连煎蛋都不会的。真的煎一颗蛋都不会煎。但是因为后来她会爱上做餐饮这件事情，因为我爸爸在台湾以前是做餐饮的，我妈妈就慢慢是去读食谱，读，然后后来发现说大家比较喜欢在家吃饭，就因为我跟我弟弟而去学了厨艺，慢慢去学，没想到他可能也有点天生的 talent 天分，所以他后来就很多 recipe 我们都是以妈妈为主，他包的水饺啊，你看到的他很多我们的面食啊、麻油面线啊，很多东西都是我妈妈 develop 出来的，然后我们再带过来调。那你们现在有新的 recipe 是不是都要过妈妈那一关才可以？有，OK， 常常需要，所以他就是你们的这个品管师这样子是吗？对，他现在就是常常会还是帮我们管一下食物方面的 quality 了。OK，因为他们比较可能因为我妈妈是新竹人，所以她也是对台湾的味道
consistency 他比较了解。OK， 对对对好，因为我们听到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对于台湾的餐饮比较两极化的想法哦。那当然有非常喜欢的啊，去台湾每次都要去吃卤肉饭，然后都要去吃鸡排，然后对台湾的美食非常向往的，这是一个族群。但是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是觉得说台湾的食物太过清淡，没有味道然后不太好吃。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日本料理其实也是比较清淡的路线啊。对，但是比较少听到大家会去批评日本料理太过清淡这件事情，所以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子呢？你怎么样子在这个市场有这么对台湾的料理有这么两极化想法的一个市场当中，你要怎么样子去 educate？ 像你刚才讲嘛，需要去教育大家，那但是要怎么教育呢？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就是其实我可以直接拿一个比方，就是拿我们的卤肉饭来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比如说我们点一份卤肉饭呢，我们一定会配小菜，其中一个小菜会是我们的台湾的酸菜，对不对？其实酸菜呢，这些 condiments， 像你刚刚问说日本料理为什么没有人会说它很清淡，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佐料，就是配给客人的一些小菜跟佐料，那些是带给这些客人，如果觉得不够咸，不够辣，我们就会用这些 condiments 来让他们去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要让它更咸、更有味道。OK， 其实这个跟日本料理是很相似的，因为比如说 wasabi、soy sauce， 他们的配料也都是不一定是直接放进他们食物里面，会给客人去决定说你要不要去沾这些佐料，让它更咸、更有味道。所以我们的卤肉饭呢，我们有做一些 education， 就是给我们的 customer 说，怎么去吃一碗卤肉饭。你如果觉得不够咸，你要把酸菜丢进去；如果觉得不够重口味，你应该把辣椒放进去。就是我们会先说，你尝的第一口可以先尝没有任何辣椒也没有任何酸菜的，你尝尝看你喜不喜欢这个原汁原味。如果你觉得不够咸呢，你随时可以加一点酸菜，随时可以加一点辣椒，去调配这个自己的口味。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以配料跟 condiments 去教育客人，同时也要让他们有一个 OK 的餐饮dining experience， 对，所以让他们也要在餐厅吃得开心、吃得快乐。所以我们也不想要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佐料 force 他们要去用，所以一定会配给他们。对，在佐料、在调味料的部分，其实你会做一些在地化的设计吗？比如说像马来西亚人就很喜欢吃那个小辣椒嘛，对不对？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放酱油。对，其实我在台湾有时候去吃饭的时候，我会去找这个东西。这样子的想法会不会也是你们在设计餐饮的时候也会融入进去的呢？我们也有想到这个，而且你讲辣椒，很好的 example，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跟我们的员工问说，你有没有 chili padi？但是其实我们刚开始是没有卖 chili padi，我们一定是用我们自己的辣椒呢，是自己调配的，调配出来的，比较像台湾的那种，有带一点点汁。然后呢，香味很重的那种油葱味很重的辣椒，然后是我们自己调配出来的 recipe。然后我们慢慢发现，好像还是有客人会问你要不要 chili padi，想要 chili padi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做这个准备，直到我们开始做小火锅的时候，我们发现 OK， 在台湾我们也会吃到辣椒配酱油，对，生辣椒酱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开始会就是把店里的安排是会有这些佐料，就是同时不是只搭配我们的食物，但是也是去符合就是本地人可能想要配一点他们比较习惯的一些辣椒嘛。但是我们比较常还是要坚持就是我们自己想做出来的那个辣椒。OK， 对对对，好，我想要。把这个时间呢，就是拉回到就是你刚开始做餐饮的时候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要决定做餐饮，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餐饮业非常的辛苦啊。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餐饮业的呢？我的餐饮经历其实很有趣，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台湾以前是做餐饮的，然后所以我从小就是偶尔会跟我爸爸陪着我爸爸去看店啊什么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但是我真的接触到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台湾，是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其实有自己做一些决定，就是想说我没有那么想要回亚洲，或者是回去做餐饮。我其实当初没有任何打算，不管是开店还是去做 any back end 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一不小心在纽约读完书的时候毕业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是一个科技 startup。然后 interview 的时候呢，没有跟我讲太多，只是大概问我的experience， 因为不小心进去了就是一个餐饮科技公司。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好像自己跟餐饮的缘分
还挺好的，离不开这个领域，所以我就在美国那时候就学到很多云端厨房跟 POS 系统跟这些餐饮科技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做着做着之后呢，在美国也跟我朋友一起合资开了一家咖啡店。后来就发现说，我爸爸妈妈他们以前在台湾做餐饮，我现在他们要回马来西亚，我要不要去看看这个市场？我对这个方面还有没有兴趣？我一回来马来西亚，发现就是这个市场非常的好，很 diverse，然后又是一个很在膨胀的一个市场。同时的呢，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很懂吃，又很会吃，我就觉得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值得去 explore 的。但是说回来呢，我觉得做餐饮呢，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领域，你如果没有那个 passion， 没有那个热忱的话，其实你是做不了的。因为这个 passion 其实这个领域是很累的，做餐饮。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热爱开店，很热爱做食物，然后同时呢也很热爱去尝尝不一样的食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的热忱呢，就一直都没有离开我自己吧。可能从爸爸传下来，就在我的 DNA 里面，就是我们就是很爱做餐饮。但是因为你来自蛮多元的文化的一个家庭嘛，然后你又在美国念书，所以其实你可以选择发展餐饮业的地方非常多。你可以在美国，你可以在台湾或者是东南亚任何一个地方，但是你选择了马来西亚，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在台湾或者是美国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商业化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呢，我没有选择台湾，原因是我觉得台湾的市场已经很 saturated，太饱和了，太饱和了。台湾的市场很饱和，同时的我觉得在台湾呢，已经是很多餐饮已经很 mature 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去做一个连锁餐厅。在我自己的个人 opinion 里面 ，OK。然后马来西亚呢，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回来，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开1-2家店但是没有那么想要去 expand。然后我是看到这个市场原来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对台湾文化跟台湾食物是有 curiosity， 是想要去尝试的。然后我跟我弟弟就觉得说，我们在美国开店呢，需要去筹备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会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在亚洲已经有一个 starting point，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看看这个市场，去审核整个亚洲市场之后呢，我们发现台湾像你所说的很饱和了，我们就觉得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是很值得去开发的。我们就决定说 ，OK， 我们以马来西亚来当出发点，但是我们的计划是要去让整个东南亚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呈现的台湾菜。我们想把台湾菜，我们的故乡在整个东南亚市场发扬光大。而且这个时机点好像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发现说现在就是包括了有很多台湾人现在都移居到马来西亚嘛。我们看到那个第2家园申请最多的人次，对，第一名是中国，第2名就是台湾嘛。对，所以这个时机点好像还蛮不错的。除了说这个时机点非常的正确之外，其实我觉得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意的时候呢，要想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44南村在开业的时候，因为你们从1家现在已经第几家了？第9家了。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其实是扩张的非常的迅速哦。你在开第1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开到第9家？说实话，完全没有。OK， 对，我们开第1家的时候呢，我们第1家在 Star Hill 成品，然后那时候呢，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到那么大。我们那时候想说是做一个，没有只有眷村菜的出发点，我们想说做一个比较像咖啡厅 fast pace 的一个眷村文青咖啡店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第1家店在 Star Hill 其实是比较小型的。然后我们做着发现，哇，这里的人对台湾菜还接受度比我们想象中的高。然后同时我们发现 OK， 如果是有这个市场的话，然后呢我们的接受度又那么高，我们的团队又可以去做更多的 R&D， 我们就想说 OK， 我们来试试看开大一点的店。因为我们第1家店比较小嘛，所以第2家店我们就去 Plaza Arcadia 在 Desert Park 那边开了。那家店开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热度就开始慢慢看到有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受欢迎。我们就换了 menu， 我们是第2家店的时候就才开始 R&D 成正式的一个 menu， 一个菜单，就是比较像是餐厅了，比较像不会像是一个文青的咖啡店，比较像是一家餐厅。然后开了就开到Bangsar South， 就是我们稍早在讲的那家店。Bangsar South 开了之后，就真的那一点就真的开始爆炸，我们就进 mall。
OK， 所以你其实也是边做边调整嘛，对不对？边做边调整。我觉得这个其实做餐饮呢，没有一个我个人认为做餐饮是没有一个 right answer，就是刚开始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的，一定是你的品牌完整性。一定是透过时间来改善、来改良，不管是从我们的 menu， 还是我们的菜，从我们的品牌形象，还是我们的饮料、小吃、甜点，这些都是可以一直调整的。OK，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透过一定的时间呢去发展，然后呢才到了现在。OK， 哇，一下子开这么多家店，你现在一天睡几个小时啊？我一天睡4个小时吧，没有啦，有啦，我还是有睡觉的。OK， 现在很像跟过去那一种我们比较长一辈的人的那种创业的气氛不太一样。以前就是真的是要非常的刻苦，对不对？以前就是真的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要睡非常少才能够成功。但现在到了你们这一代，很像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可以去使用，然后也不一定要去牺牲睡眠，可能也可以，即便公司发展的很快，但还是能够 work-life balance 吗？我觉得 work-life balance 是 for me is 对我来讲 work is part of life， 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其实一直都在，就是所以你是哪一种可以把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的人？没错，我完全是那种可以把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 OK， 不会让我觉得说我没有 balance， 因为比如说运动。我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打篮球啊、健身、打拳击，我一定会找时间。他可能每一个礼拜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一定会找时间把它放进去，因为这些东西才能让我的脑袋比较清醒，让我可以去做对的决定。OK，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餐饮业像我们所说，就是非常非常累，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毕竟我们的生意是家族生意嘛，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 partner 啊，什么投资人，我们是很亲力亲为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四十南村的 slogan， 做喜欢的事情，让喜欢的事情有价值。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弟弟就是透过很多时间呢，尤其是还有我们也很幸运，有我爸爸妈妈以前的经验教导我们。我们只要把对的人。请到对的人进我们的团队，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其实我们一定有机会是可以很 efficient 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们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们的餐厅现在都在大型的购物中心里面，这个我觉得不容易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心得？就是要入驻这些大型的购物中心，其实要注意哪一些方面呢？我觉得要注意的东西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要进入大型商场，对不对？尤其在马来西亚那么多商场，那么多不同的地区，我觉得要进商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要看也是要看每一家公司自己的 strategy。但是如果我们是要以国际品牌来走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一些这些大的 mall 商场去。不能讲说是去插旗，但是是去把自己的品牌打出来。同时的呢，肯定也要赚钱，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这么高租金的地方，然后去亏钱嘛，把自己的品牌弄得不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要进入大商场。其实，比如说我们来把 Pavilion KL 来讲，或者是任何TRX 这些大的 mall 来说呢。你不一定是进这些 mall 就一定会有成功，一定会有一定的人流，人流是一定有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个 mall 选的位置不对，你也不一定会成功。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进商场还是进哪里呢，你选那个位置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像你所说的嘛，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些大的商场租金很贵，但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目前我2年半看到的东西就是说。租金贵的地方呢，其实租金和人流量是成正比的。我目前觉得在马来西亚碰到不管是 Mid Valley 还是 Pavilion 啊，还是大的商场 One U 这些，他们的人流量呢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会给你开这种租金呢，他人流量一定是有的。所以你只要对自己的品牌有信心呢，就是可以 take 这个 risk。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跟你说 Michael 慢一点，慢一点？有，太快了，这样子有非常多。OK。最大的反对党，我妈妈，这样，但是感觉上你没有听进去啊，没有听进去，有啦，没有。我跟我弟弟呢，就是很个性非常不同，但是我们的兴趣很像。然后我弟弟是保守的那个，常常我很想要飞上去的时候呢，把我拉下来的是我弟弟。然后我觉得这样的 balance 很好啦，就是有时候真的扩展太快也不太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乱选
乱选，所以你们两个还算蛮互补的啦，很互补，非常非常很互补。然后我弟弟都是那个比较理性一点的，我可能有时候可能为了要进一个商场比较兴奋一点，因为我很爱做生意，很爱开店，但是我弟弟就是比较会把我拉回来，我们会两个人一起讨论 strategy， 说该不该要进这个商场，然后去这样子聊。是，但是扩张这么快背后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你为什么想要扩张这么快？不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来会比较好吗？说得很对，但是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扩张呢并不代表不能一步一脚印，就是我觉得扩张的当中呢，它不矛盾，对，它不矛盾。其实，所以扩张的原因呢，我们的 main goal strategy 肯定是想说要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呢，是我跟我团队并没有只想要在马来西亚，我们很可能会去海外，然后我们已经在海外也有谈不同东南亚国家，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是要把台湾的文化跟菜发扬光大在整个东南亚，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是很值得让别人去了解的。然后同时的呢，我觉得扩展这件事情呢，我们毕竟这也是做生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从3年前到现在，我们也经过了很多 whether 我们要继续这样子做像家庭生意，还是我们要去扩展到要 corporatize everything。其实我个人是会倾向于，就是我们现在要往的方向是比较要 corporatize everything， 让我们的公司做不是只是做的赚钱而已了，是做的有价值。OK， 对，所以这个方向是我们现在的strategy。所以要企业化的话，产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嘛，对不对？非常重要。现在你们的明星产品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眷村菜呢，其实它又跟道地的台湾菜又不太一样。对对对，我们的 signature， 我们的最出名的菜肯定是我们的卤肉饭，就是我们得奖的冠军卤肉饭。这个卤肉饭呢，在台湾我们2009年的时候呢，有得到一个Best Braised Pork Rice in Taiwan 这个奖。然后这个奖是那时候的台湾的市长郝龙斌发给我们的。Okay. 然后同时呢，这道菜呢，其实我不妨说，就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刚开始也碰到了很多客人的反应，是不太了解为什么台湾吃卤肉饭会是偏肥肉。这是我们碰到的很common 的一个 feedback， 但是我们也是慢慢去 educate customer 说，其实在台湾你如果吃到瘦肉的话，它叫肉燥饭，它不叫卤肉饭了。所以我们也是会出2种不同的，一个半肥半瘦啊，一个是偏肥的正宗的卤肉饭。对 ，OK，好。我觉得在企业化这个路上呢，产品好是一方面，但是产品要真的做到每一家产品的那个品管都做得很好，特别是你现在因为你扩张的非常的快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子确保说你每一家店出来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是符合大众期待的呢？这个不容易吧？不容易，这个是我发现做这整个 F&B 生意，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部分。我觉得开店反而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品控是我们非常专注在的一个 topic，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扩张的快嘛，我们要做的中央厨房跟 HQ 跟工厂就会要搬到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去做品控呢，就一定要进新一点的器材，比较可以就是让我们的 quality control QC 啊，像我们的 QC 人员就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要叫进来的talent 就是我们的 employee 都是越来越多有经验的，是对品控这方面，然后我们。因为是家庭生意，像我所说的，我们是亲力亲为到，是我每一天都会进中央厨房，每一天都会去尝我们的 signature items， 去 make sure 它的 quality control 每一天啊，每一天，所以我们是试菜试到很 intensive 的，其实，然后我们的 quality control 呢，是在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每一天的开会，我们最大的一个 core value， 其实就是在于品控这个 quality control， 因为我们每一家店越来越多分行了嘛，像你所说的。我们不想要有任何客人去这家分行跟那家分行吃了的卤肉饭会不一样，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 ，quality control、food quality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是用机器还是用我们人为，我们每一天都是很专注的在去 focus 这件事情的。但是像你所说的，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在中央厨房去做每一天的 QC，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
AI 不能够取代，这必须要人去做的事情对，取代不了。但现在已经来到 AI 的时代，可能在产品上面，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舌头亲自的去做品质的管理啊。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公司的治理上面啊，还有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你会不会也去思考说要去 adopt 更多这个 AI 的技术，或者是 AI 的模式到你们的公司管理当中？有肯定，所以像你所说的 AI 取代不了的，就是像品控这些在人为的方面，但是我们其实每一天在 running 我们的公司，就是我们的management team 啊，还有我们的像你所说，其实产品开发这一部分，其实 AI 帮助可以很大的，就是不管是做 research 还是去做testing，我们可以做不同产品，可能一个产品我们可以做出来五种去做这些 testing QA 啊，还有做不同的 R&D 的分析，还有 sales analysis 这些，我们都用着 AI as a 工具去帮我们。其实他没有去帮我们做决定，他帮我们做的是比较多的细节的分析，让我们比较好去做决定。对我来讲，其实 AI 的这个工具，其实它帮助到我最大的方面，就是让我可以在这更快的时间去 analyze 一个风险跟一个 risk 去做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在跑一家公司跟企业化这段时间呢，这个工具是很重要的。但是食品真的要去尝这个食物呢，我不能叫 AI 去帮我 taste 卤肉饭嘛，对不对？对，是。那其实你们发展的很快哦，然后在马来西亚呢，我觉得四四南村它是餐饮业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明日之星啊。那但是其实在这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对你来说也是相对一个新的尝试、新的市场嘛。那你觉得要进入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你曾经面对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面对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讲是语言。OK， 刚才是语言方面，因为我很惊讶，你居然认为讲语言OK， 因为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呢，语言虽然这里英文是都通的，华语也通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我刚开始回来呢，因为完全不会讲马来语，我现在会一点点了 ，OK， 完全不会讲马来语，所以呢，在创业的过程呢，其实有很多 backend 的东西，毕竟还是要跟要用本地化马来语来沟通的嘛，还有一些刚开始的我们一些不管是 license 啊这方面的东西，比较行政部门的东西呢，其实很多语言方面还有装潢，装潢刚开始也是一些，如果有一些外籍 workers， 我们也是要讲马来语嘛，所以这方面对我来讲，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这是最大的挑战。OK， 后来我发现挑战呢，其实不在于语言了，后来的挑战在于要去了解马来西亚的市场，因为马来西亚的市场，不管是从生意上面还是食物上面，跟台湾还是非常不同，大家做事的方式也不太同，对，所以我觉得挑战是都有，但是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挑战慢慢。等一下，你说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这点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可能在台湾也好，或在美国也好，那个效率跟这边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可能是会比较松一点点，所以你要怎么样的说服自己说，我本来可以在台湾我可以5天，或在美国我可以3天就完成的事情，这里要花1个月的时间。你自己怎么调试呢？我调试的方式，其实后来发现，对不对？不一定会是这样子，因为OK， 尤其是我们拿装潢当 example 嘛，装潢方面呢，可能我们的毕竟家庭方面，就是我爸爸是一个工程师，我爸爸是一个 civil engineer，所以我做装潢的时候呢，有他的一些小帮助，我们就动得比较快。但是像你所说，我有发现了效率方面就是比较松一点，大家比较 chill 一点。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内部的时间安排的好。schedule 也做得好的话，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了。我个人觉得，但是我刚刚讲到说做事方式不同，我是觉得马来西亚人在这里做餐饮的business model 啊，这些跟台湾人做的很不一样。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做的一些 business model 啊，我觉得以这个方式来讲，台湾做餐厅，尤其是刚开始创业的一些餐厅呢，不太会去融资那么多。我觉得啦，个人台湾是比较多是可能是几个朋友去开一家店，看这家店家族生意、小而美这些这样子做。马来西亚哇，我觉得后来我发现马来西亚人真的很厉害。这里有一套他们自己做餐饮、做生意的一个方式，不管是从不同领域拿一些人进来去创一家公司，大家都有不同的客户，大家都有不同的强项去做一个品牌，或者是马来西亚真的是我发现这里人很会融资。
very good at pitching。所以相比较之下，其实东南亚的市场、马来西亚的市场，我们不要说狼性啦，就是比较有拼劲，对不对？拼劲，对对。有时候我觉得也有点近乎狼性，就是有没有一点点？对，有肯定。就比较起台湾的那个整个创业的气氛，这里那个创业的气氛又更加的浓厚一些。对对，这个我也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到这里比较大家的野心也比较大，不能说比较大而已啦，就是也就比较有野心，比较有冲劲，冲劲很大。我觉得，尤其是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本地的年轻人，就是可能在比较 younger age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尝试生意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看得出来的东西。OK， 大家都不想要当打工皇帝，大家比较想要自己做老板就对了啊。对，好，我想跟你聊一下你的 marketing 啊，就是你在第7家分店开幕的时候呢，你连这个大马影后李心洁啊，还有包括你的亲朋好友啊，都有来现场，但是能够请到李心洁，因为我知道她不好请啊，就是对，所以你能够请到李心洁的话，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件蛮酷的事情。但是除了请李心洁之外，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整个在市场推广的一个逻辑跟概念？先讲心洁姐姐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心洁姐姐还有我们其实都没有去请她来，就是开幕来站台或什么，就是其实心洁姐姐跟我妈妈他们以前是从台湾，就是可能从以前的有认识，对，然后像我刚所说的嘛，我妈妈其实她年轻的时候是有在演艺圈当幕后。所以我们是有认识一些亲朋好友，然后心洁姐姐其实在 Allure Star 之前跟我爸爸的家是邻居，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关联。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会去刻意利用，就是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是艺人去做 marketing， 就是刚刚好是他一直知道我们是做餐饮的，来帮忙一起去捧场而已。这样子说对。但是讲到我们的行销 strategy， 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开第1家、第2家40南村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很多 social media， 是我们开始发现第3家之后的时候呢，我才慢慢去把我自己在美国之前想要做的一些行销策略，在这里尝试看看。就是我们的行销，你的 IG 影片拍得非常好啊！谢谢。其实谢谢我的团队，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行销团队现在其实做得非常好，他们把很多marketing 影片啊，还有一些 storyline， 就是很 cater 到我跟我弟弟的 background，就是比较就是不会去特意做，就是说现在大家在做的视频是这个 topic， 我们应该也要去做，我不会往这个方向的。我通常会去选说这个 topic 是不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品牌形象，还是比较适合我跟我弟弟的个性。然后我觉得行销现在是一个已经不算是一个工具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必要有的一个。part of 你的生意，它已经是生意的一部分了。Social media 不是一个说你今天要不要去做 social media， 是我觉得你的生意如果没有去做 social media， 其实在这个世界是很难生存了。现在，然后可是反过来说 ，social media 跟行销我们做的呢，让客人来到我们的店，但是到最后呢，他吃的东西如果不好吃的话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自己的 core 做好，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环境、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感觉，走进我们的店所有的 experience， 一定要先做好它，我们才能开始采取我们的行销 strategy。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第1、第2家店，我们还不太敢去太 expose 我们的 brand，是等到我们觉得东西都很 OK 了。我们才慢慢想要讲一个故事。还有我觉得最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行销 strategy， yes， 我们会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做的菜，我们做的菜品，我们做的食物，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策略一直都是我们想要讲的是一个故事。我们想大家感觉到的并不是台湾的美食，反而是台湾人的热情跟台湾人的人情味。对，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家呢，他们在思考说要做行销的时候，要把自己用马来西亚的语境来说，就是把自己摆上台，是会有一些顾虑的。对，但是我觉得你很像就是毫不顾忌的，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你们的品牌的这个代言人。那其实，在让自己就是自己企业主要成为品牌的 ambassador 这件事情，其实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是要注意的呢？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要注意的东西就是，其实
我觉得我们之前呢还没有扩展到那么大，但是有开始做 social media 的时候，我常常会被别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害怕你的店变成网红店？就是会不会变成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看到你的视频而来，但是这样可能做不了长期。那时候我有一直去思考这件事情，让我发现说其实我不应该去担心行销跟 social media 太 exposed， 因为这件东西它只能带来更多客人进来你的店。但是因为这个呢，我们应该去更思考跟专注在我们的食物跟我们的 food quality 跟我们的品牌有没有做得好，就是我们真的核心的东西有没有做得好。然后呢，我那时候有点担心，就是如果我太常上镜、太常出面的话，会不会就是大家会看腻？所以这件东西呢，我们也是天天在思考，是一定要 choose the right content。OK， 要 promote 的东西一定要很 selective。但是要怎么样子选择对的 content？ 我觉得呢，也要有时间。OK， 不要一直上影片。我觉得一定要就是你一定要，而且要经过团队讨论，对吗？一定要。我们这个是完全会经过团队讨论的，就是不只是我弟弟或我爸爸妈妈或 anybody， 就是我们公司的内部的行销团队啊、R&D 团队啊，还有连我们店家，我每一家店的 supervisor 都会去，我都会先拍一支影片之后，我会先发给每一家店的 supervisor 看出他们觉得这个影片帮不帮得到他们的店。然后其实我的员工他们不一定会说哦，我觉得你拍得很好，我觉得你拍得很好。他们其实偶尔会跟我讲说，不行，因为这个 location 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卖这个，不能去推销这个 item that much，要去推那个 item。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听我们店员的意见，跟我们内部的意见，才去调整一个影片的，不会是因为哦，我今天想拍什么我就去拍，就觉得这个做法没什么用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随性而为的事情，它必须要很缜密的一个想法。虽然你们的影片看起来是这么样子的随性，但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拿起相机随便拍的。对，它必须要经过背后很多的思考以及铺排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这可能是企业家大家都要注意的，因为很多人在思考说我要做 social media 要做影片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太容易啊。对。但是你要去管理一个品牌的社交媒体，它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个团队去经营的呢？需要，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经营，你一个创业家来讲，你可以去经营你自己的 social media 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一定要请一个团队，因为那个团队来帮你做 social media 呢，它并不是帮你省时间，因为你还是要很投入的去做这个行销，跟他们一起配合去做。他们省给你的是你给的 idea， 你给的 strategy， 他们可以去整合，给你 feedback 说，现在在这个市场上，这个 content 可能不一定有用，这 content 可能有用。所以我觉得做自媒体 social media 还是任何行销方面呢，我觉得一定是不管是要透过很多思考跟团队的争论，同时的呢，也要一个团队去很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能就是我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下礼拜不做，下礼拜再做一点，我觉得这样没有用的。了解。那所以现在在你的影片里面，除了你之外，我也看到你弟弟也出现了啊。对，就在今天我看到了。对，你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品牌，对吗？对，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叫44锅屋。OK， 44 Hot Pot， 就是其实是我们44南村延伸出来的，想要做火锅。然后你今天看到我弟弟的影片，就是因为我弟弟呢去拍了一些行销影片给这个火锅店。你跟你弟弟长蛮像的，挺像的。对，我在想说，这到底是你还是其他人？挺像的，对。他比我小3岁，所以他也是之前在波士顿读书，OK，也是回来一起我们2个人就一起做。然后他呢，就是比较我们会去开这个44锅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目前来讲没有吃到任何麻辣锅是台湾的口味，胆子非常大，我只能够说，因为现在在马来西亚火锅这个市场几乎已经被台湾的对岸就是中国，就是四川火锅，各种火锅，对不对？对，是，对。哇，你们敢在这个时间点开锅屋，来讲一下哪里来的勇气？很多人问我们这个，就是说火锅这里那么多人做，你怎么敢去做？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决定去做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前提是说我们全家人太爱吃火锅了。我在台湾最喜欢吃的就是鼎王。跟麻辣锅，我从小吃到大的。然后我呢，个人也是很喜欢吃锅，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你真的没有吃到，就是很多大陆火锅都是吃比较麻、比较辣、比较油。对，虽然非常好吃，我这个人其实也挺喜欢吃的，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没有真的吃到台湾的麻辣锅。我们的汤底是
可以喝的，它是完全不油不腻，是可以去喝的一个汤底。OK， 同时的呢，像我们那时候出卤肉饭一样，我们的 concern 也是会不会马来西亚人觉得我们的火锅太淡？但是我们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品牌做火锅的话呢，跟大家有区分点。大家做的都是比较川味的麻辣锅，我们做的麻辣锅跟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点呢，可以让大家来尝试，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个火锅也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定位。所以呢，同时的我也觉得，因为我们有占一点优势，就在于我们虽然是开火锅店，但是我们还是有卖我们的经典餐，就是卤肉饭啊这些。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个 combination 在马来西亚比较少见，所以我们就觉得有市场优势。OK， 所以这个四式锅屋，它也是眷村的概念吗？还是它其实跟这个眷村不太有关系？还是眷村的概念 ？OK， 对。但是眷村里面其实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火锅就是酸菜白肉锅，对不对？所以你们会推出这个吗？太厉害了！我觉得你其实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哦。就是其实酸菜白肉锅，大家觉得是北方的，对不对？大家觉得是北方的，但是台湾很多很好吃的酸菜白肉锅。对，我在这里还没有找到好吃的酸菜白肉锅，你一定要来吃，因为我们出了哦，已经出了 OK， 就是已经上了。你今天如果去店里就有，就是酸菜白肉锅，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现在总共有6个汤底。酸菜白肉锅可能是我们前期研发的第2个汤底。然后研发的方面，其实酸菜白肉锅我们本来在我们的店里就有卖一些特餐，偶尔可能1-2个月会出酸菜白肉汤面，没有出到火锅。但是我们因为这家火锅店呢，我们研发出来它可以去吃大的锅，酸菜白肉锅。像你所说的没有错，酸菜白肉锅大部分人都知道，都觉得说它是一个北京啊北方的一个锅底，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在眷村是最合适的嘛。对，没错。但是吃火锅这件事情啊，很多人以为过去啦，认为说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它比较卖得动。殊不知，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么炎热的天气，火锅也可以卖得非常好啊。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再推出了，因为我知道看得出来了，其实你是有很多想法，因为你如果想要把公司企业化的话，势必我觉得你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对不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子新的 project 在你的脑海当中盘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新的 project 是其实我们最近最大的一个 shock 不能说 shock， 是我们最近在新山开了第一家 outlet。OK， 那是我们在 Klang KL 外面开的第一家 outlet 嘛。然后新山跟 JB 这个地方，我们发现那边市场非常非常非常有机会。然后呢，同时的呢，我们店开了1个月了，那边是第1个月刚结束。然后我觉得那边的客人反应，不管是从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人都反应的挺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会在那边开发。但是呢，同时的，像我所说的，我们的计划并不是只有在马来西亚发展，我们希望是要国际化这个品牌。想要把台湾的菜、眷村菜在东南亚发扬光大。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我们的背景。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明年，我们很有可能在印尼或者是在泰国、新加坡都有可能会开始开店。但是毕竟这个家庭生意，像我们要企业化它，我们都没有什么 partners， 没有什么 investors， 所以我其实现在很多我的策略呢，都是在于把公司企业化的当中呢，也开始要筹备，就是融资吗？对，我们现在开始，我会开始融资，但是我没有打算要做任何 franchise。OK，这是一个其实很多人常问我说，这有点矛盾对，很多人会常常问我说，这有些人觉得很不合理，其实，但是我个人一直很忠心，我的初心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已经决定要回来亚洲，要去做这个生意，然后要跟我弟弟一起把这个品牌做到国际化的话，我们如果那么快去 franchise， 我觉得是一个错的选择。因为第一，不管是品控方面，还是我们的品牌还没有做到完整，到我自己心里觉得已经很完整，可以去加盟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这个 infrastructure 去很快加盟，就会让我们的品牌形象变得不好，有这个风险。OK， 所以我们宁可全部直营，自己去做，把品牌做到一定的时候，找对的 partner 进来，再慢慢去研发，可能未来可能去加盟，让别人加盟。但是我们因为要保持那个初心，一定要把 food quality 做得好，我们很害怕去 take 这个风险。OK， 对，你刚才有提到印尼市场啊，那
清真会是也在你们计划当中吗？有，所以我们呢2方面，第一呢，我觉得我如果要进印尼的话呢，肯定还是会有一个品牌是有卖猪肉的 OK 因为我觉得那边的华人市场加上印尼华侨还挺多的。但是你讲到清真这个呢，是我们真的是这1年半呢，花了很多心思去 strategize 要怎么去做这件事。因为其实台湾菜，像你知道，台湾菜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清真，不管是素食方面的，还是牛肉面鸡汤，很多很多产品是完全可以做清真的。所以我有计划会做一个品牌 OK 是往清真方面去做的。如果鼎泰丰可以做到的话，那其实也不难了，对不对？虽然鼎泰丰真的哇，鼎泰丰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神话了，对我来讲神一般的存在，神一般的存在。鼎泰丰就是一个我很刮目相看的一个历史性的品牌跟家族嘛，我们都是向他们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区分点有，但是在马来西亚，我觉得跟鼎泰丰的配合比较呢，也挺好的。常常很喜欢听到别人跟我说，哇，这个鼎泰丰比你好吃，但这个你的比鼎泰丰好吃，我听到都很 humble， 因为我觉得鼎泰丰真的是一个神话。所以你看，你提到融资啊，融资的部分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方向吗？比如说，你会不会去做 crowdfunding，或者是说就跟更多的亲戚朋友来融资？我觉得我的做法呢，是因为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读的也是 finance 跟corporate management 啦，我有读，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 strategy 方向是，反而是我不会想要去找太多的 shareholders 这样子融资，像 crowdfund，我反而会比较 targeted 的 strategic partners， 然后会以肯定亲朋好友 friends and family 先，然后之后我们可能融资的方式会去找一些可能融资平台这样子去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多100多个人来看我演讲或什么的，可能就是10到20个人啊，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慢慢聊，这样子去融资。我觉得在我们的初心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融资到多大的金额，对我来讲，我只想要找对的 partner 一起做对的事情而已。对，因为找到不对的 partner 的话，哇，对，很惨，后面就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啊。对，很多人都有这样惨痛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其实 Michael 的很多想法呢，都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以及借鉴的啊。对，我也都还在学习。对，是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可以。今天非常谢谢 Michael 来到开门见商，那希望你们44南村还有你整个餐饮王国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未来这个整个企业化的目标呢，可以早日的达成。好，谢谢你，谢谢 Michael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那么对于 Michael 今天的分享，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或想法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